大家好，退休去哪里是许多朋友关心的话题，我们也不例外。美国新闻评选出2022年到2023年前10最佳退休城市，佛罗里达州有4个城市上榜，其中坦普地区名列第4。我们正好有朋友冬季从较冷的地方来到这里自家的避寒房过冬，利用新年之际，我们又一次来到佛州，与朋友一起过新年，也看看他们的冬季房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也买一套？我们现在进入小区转转，据说有不少华人在这里买了投资房，前些年低价买的时候只要10几万美元，现在已经40多万了。公寓楼里有1室的、2室的，甚至有3室的，物业管理会按面积大小付。目前1室的600美元1个月，网络免费。因为老公跟男主人聊得比较多，对这里的情况知道得更详细。下面我们边走边看，边听他继续介绍。刚才大门进来的时候呢是有门卫的，但是门卫的呢进来以后呢又分成2个小区，朋友呢是住在其中的一个，另一个小区呢有停船位，停船位是单买的，要是自家没船的话，临时也可以把停船位租给别人。大家都注意到了，这2个小区的房子很有特点，那外墙呢刷的漆呢非常鲜亮，有这个西班牙的风格。但是这种外墙呢，我们用专业术语来说叫 stucco 的外墙，是水泥的。小区里面的几栋房子正在维修外墙，是把外墙呢重新装新的，包括更新新的窗户。外墙更新的时候实际上成本挺大的，因为它要把外墙重新来做，包括更新新的窗户。那费用呢是小区里面垫付的，也就是贷款来的，但是呢最终的这个承担对象还是分摊到所有的住户头上。小区的环境维护得非常的好，水边呢还有一条步道，当然这个步道呢是2个小区连到了一起。小区总体来说呢是按照 resort 的这种模式来建的，所以维护得非常的好，有步道把2个小区连在了一起，沿着水边散步当然非常的舒服。这就是红树林。红树林什么不红啊？叫法，但是它的 mangrove 的这个英文，这个中文好像叫红树林。它就是可以长在水里面，就是盐水可以长在水。中间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小区里面房子都是3层高的，但是呢它没有电梯，这对于退休以后年纪越来越大要上楼的话，可能就要考虑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是不是要住有电梯的房子。朋友的房子呢在3楼，没有电梯的话上下楼可能就不方便，但是它的好处呢，它是看坦帕海湾呢比较漂亮，因为下面的树呢挡不住视野，所以早晨的时候看日出非常的方便，因为他家的阳台呢是面朝东的。在低潮的时候，外面的海滩就露出来了，很容易就捡到挺大的海螺。
区里面有自己的游泳池，有比较完善的健身房。这两个小区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好，夜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就在 Tampa Bay 这一侧，对面就是 Tampa 的市中心。假如要是买海滩这一侧的房子，当然更贵。我也看到有这个高楼里面正在卖的房子，它里面的小区费是$1000一个月。我查一下，老公讲的是清水海滩那边的高楼。假如只是冬天住的话，我觉得 condo 可能更有优势，因为呢，关上门以后你就可以走了，其他人还在住着，所以你不会担心整栋楼被风吹坏了，这个庭院没人打扫。所以呢，独立房子的话呢，要管理起来可能更加复杂一些。小区的规则是这样的，就是住了1年之后才能够出租。它要求呢是不能短租，也就是说呢不能低于1个月，那就是 Airbnb 就不合适。要租的话呢就是长租，就是1个月以上。小区呢只有20多年的历史，刚开始建的时候都是配家具的。因此呢，这样的社区呢比较适合有些人呢是从北方过来，只是冬天来住的，因为什么都有，只要拎个包就可以入住。听完老公的介绍，对朋友住的小区的环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下面我们会去Tampa市中心和周围看看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大家好，Tampa是美国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城市，位临Tampa湾，外连墨西哥湾。Tampa城市群还包括圣彼得堡市和清水市。从朋友的退休冬季房所在的清水市到Tampa市中心开车只需要20多分钟。现在朋友陪我们去Tampa市中心看看。Tampa是佛罗里达州第3大城市，人口约38万多，其中白人占64.22%。非裔占26.07%，亚裔占2.15%。这个地区由于良好的气候和较低的物价，在过去的20年中是全美和外国移民的首选目的地，以及全美首选的度假、退休疗养胜地。它还是美国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。
没想到四季如春的 Tampa， 冰球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运动。这是一个他们的冰球馆，看上去非常的宏伟。Tampa 市中心不大，但是它是三面环水，走着走着就可以走到最南边的城市公园。可以看到对面是一个小岛，两岸都停了很多的船，挺繁忙的。一会儿功夫就有很多船从这里驶过。到了中午，我们边走边找地方吃饭。朋友建议吃美国餐，因为 Tampa 中餐馆不是太多，即使有也不是很正宗。这一点是华人退休地的弱项。两岸有不少美国餐馆，问了一下万豪的酒店，他们只有路边还有座位，但是遮阳棚比较小，挡不住太阳，我们就放弃了继续找。通过水上连接桥走到对面岛上，回看我们刚刚经过的万豪酒店和城市公园，也是很漂亮。从这里上去啊？啊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终于选了一家户外有空位和遮阳伞的，可以坐下来边看风光边吃中饭。这家餐馆值得一提的是用烤的石斑鱼做的三明治，吃起来味道也不错。虽然我们更喜欢吃清蒸的石斑鱼。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，因为 Tampa 是三面环水，有很多的小岛，所以它提供水上公共汽车，相当于公交船的服务。这个牌子上显示1小时1班。然后是下面多少钱？这个黄色的小船就是水上公共汽车，
远处可以看到大型游轮停在码头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大家好，前面的视频介绍了 Tampa 是许多人退休后选择的居住地。我们朋友的冬季房所在的清水市，还有一个著名的清水海滩是不能错过的。清水海滩离 Tampa 市区有大约20公里，以水清沙细而著名。维基百科称其为世界10大海滩之一。它以世界上少见的白色细沙闻名，号称是全美最美丽的盐白沙滩。来这里躺在细软的白沙滩上，望着Tampa湾，在阳光下呼吸着纯净的空气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沙滩边上有不少宾馆和餐馆，以及娱乐设施。海滩还设有蹦床中心和儿童游乐区。海滩上还有一个长长的栈桥，傍晚栈桥上有些人摆上摊位，卖一些与海有关的工艺品和画作。刚来卖东西，好不好？
边上还有特色表演。They don't pay us. At the end, what they do, you guys are a great audience. Street theater, I can't do it without you. 演员很卖力的表演，与观众互动，很搞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和朋友一起到圣彼得堡市的德索托堡公园。我们兵分两路，男士们去栈桥上钓鱼，女士们到公园和海滩走走看看。德索托堡公园占地1000多亩，公园里有5个不相连的岛屿组成，自然风光是非常的美。坐上小游船可以入海游览，公园内的海滩也吸引许多游客。圣彼得堡市也是坦珀城市群的一个，它和清水市一样，吸引了许多退休族。为什么叫圣彼得堡市呢？1876年，约翰·威廉斯买下这片半岛，由皮特·迪曼斯投资修建铁路，这样逐渐就有人搬到此地常住。1892年建立城市时，约翰和皮特扔硬币决定城市的名字，皮特得胜了，所以就以他的故乡俄罗斯圣彼得堡命名。这里的海滩深受人们的喜爱，美丽的风景，白色的沙滩，人们可以在露营地烧烤等，还可以在码头上散步，走在小桥上，欣赏大海旖旎的风光，头上会不时的有飞过的海鸥，能看到有驰骋的汽艇，同时还可以聆听到桥下的一阵阵海浪的声音。在这个大棚子里可以举行 party。 当美国和西班牙进入了战争之后，这里修筑了防御工事，可以看到几处炮台和几台黑色的大炮放在这里，供游人参观。高墙下面建造了一些房屋，是士兵们的房间，掩体工事修得很隐蔽，对面是大海的沙滩，从沙滩是看不到这里的。离开公园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又顺便走马观花地看了圣彼得堡市水边的独立住房。这个区的独立房紧挨着另外一个公园，叫咖啡湖的公园，看上去家家都有停船坪。
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Continue straight. 这刚才过来的克雷沃地区。 In a quarter mile, turn right. Turn left.好看。太小了，我放进去。看你多大啊？哎呦，得12了，所以这个才。12寸，是。
他的副动作太不容易。小不小，反正你就在水里面去。看看够不够？对嘛？花着呢。是啊，最后一。12，超过了。12、15，15岁。